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高考前，白啟遠在家裡為唐玉成過了一個簡單卻不失溫馨的生日，並送了他一支鋼筆作為禮物。梁浩天也帶了份禮物來家看了看唐玉成。高考這天，白啟遠站在考場外，目送着唐玉成的背影引入考場的人流中。隨後，他像全國千千萬萬的家長一樣，手裡攥着瓶水，悬着一顆心，等在考場门口。知了在樹上一遍一遍地叫着，不知疲倦，好像也想摻和摻和這難得的一道景。這種經歷對白啟遠來說，大概不會再有第二次。之前只在電視新聞上零星地關注，這次卻是真真切切地體會了一把。考場外那圍得水泄不通的陣仗，那種緊繃而克制的氣氛格外清晰。以家長的身份站在人群中間的時候，這種感覺還是相當与眾不同的。他有一瞬間的恍惚，仿佛退回到了自己的18歲，甚至比当年自己上考场時還要緊張。他向来是個堅定的無神論者，但在這一刻仍忍不住在心裡默默祈禱，上天保佑唐玉成考試一切順利。站在他旁邊的人，或是家長，或是爺爺奶奶輩的，家庭背景各異，但此時此刻卻都揣着同一個心思，默默支援坐在裡面的考生，期盼他們正常發揮，甚至超常發揮。可憐天下父母心，唐玉成每次進出考場倒是不怎麼緊張的樣子，反倒襯得他這位大學教授不夠淡定。最後一場考試結束的鈴聲響起，考生如潮水般湧出。唐玉成從大門走出來的時候，放慢了腳步。他先看到了白啟遠，看見他正仰着頭在黑壓壓的人群裡尋找着自己，那副焦急的模樣讓唐玉成忍不住勾起唇角。但與此同時，這幅畫面卻讓他心裡感到一種踏實。啟遠叔，白啟遠總算看見了他，吐了一口氣，緊抿的嘴角上揚。等他走近，把水遞了過去。終於考完了，感覺怎麼樣？穩了？唐玉成接過水，微笑的點了點頭。算正常發揮吧。那就好。白啟遠如釋重負，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你餓了吧？走，找個地方吃飯去，好好放鬆放鬆。恐怕不行，啟遠叔。唐玉成感到歉疚。一會兒經紀人會開車來接我，今晚有工作。什麼？你剛下考場就要去工作？白啟遠愣了一下，眉頭微皺。這時間卡得可真夠精準的。眼前的青年雖然帶着笑，但白啟遠可笑不出來。這小子未免也太拼命了。你行不行啊？你這樣身體吃得消嗎？你放心，我現在的身子板可比剛來 S 市的時候壯多了，不信你摸摸。唐玉成說着，拎起白啟遠的手放在自己胸前，讓他檢查。那倒是不用。白啟遠有些尷尬地抽回手。其實不用摸，他也能看出最近唐玉成身體的变化，肩背明顯變寬變厚。所以你不用擔心，我沒問題的。唐玉成看白啟遠的眼神充滿柔情，那種熟悉的曖昧感在兩人之間回盪。一輛黑色商務車緩緩停靠在馬路邊，車門滑開，陸征下車。這是白啟遠第一次見到陸征，唐玉成的經紀人。陸征笑着和唐玉成打完招呼，視線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白啟遠身上。他打量了片刻，眼神裡流露出幾分欣賞。这就是玉成的叔叔吧？他邊說邊伸出一隻手，隨即白啟遠伸手和他握了握。不愧是大學教授，真的很有氣質。您是不知道，玉成在公司裡總是提起您。是嗎？白啟遠有些意外，側頭看了身邊的青年一眼。可不是嘛，陸征打趣道。念叨的全公司上下沒人不知道您的。白啟遠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我們家玉成以後就拜託您多擔待多照顧了。那當然，您放心，現在的玉成行情好得很，從這工作量就看得出来 schedule 滿滿當當。這不，今天還有個電視劇試鏡，這就是個很好的開始。雖然是個小角色，但人設很有個性，演好了絕對出彩。能不能抓住這次機會，就看唐玉成這小子有沒有演戲的天分了。那就好，謝謝您了。不客氣不客氣，都是應該的。陸征低頭看了眼手表，催促着。玉成，時間差不多了，咱們該走了。唐玉成輕輕應了一聲。啟遠，我走了。說完就跟着陸征往車裡走。他又這麼叫我，這臭小子是故意的吧？去吧。等唐玉成坐上了車，隔着半降的窗戶朝外面的白啟遠揮了揮手。商務車緩緩駛離，唐玉成收回視線，低着頭坐在座位上，盯着自己的手出神。就這麼捨不得你叔啊？瞧你這架勢，跟生死離別似的。唐玉成直起身體往後靠，沒有聚焦地望向窗外。什麼生生死死的，就是感覺
見一面少一面。高考結束後，學校裡組織拍畢業照，借此機會，同學之間牽同學錄什麼的，給彼此留個念想。以後再這麼齊的聚在一起，不知道會是哪年哪月了。找唐玉成合照的人漸漸多了起來，女生居多，還有人特意拿着雜誌擠到跟前，請他簽名。這是你吧，唐玉成？是的。能不能給我在上面簽個名啊？可以。唐玉成接過對方的筆，麻利地在那本雜誌上簽了個名。謝謝。原來以為你是那種高冷學霸，沒想到人這麼隨和。這事兒一旦開了頭，找唐玉成簽名寫同學錄的人便陸續多了起來。在一邊看熱鬧的陳野對方卓抱怨道：这幫人眼睛都有問題。為什麼？這唐玉成哪裡帥了？不就拍了個雜誌，還不都是給包裝出來的嗎？呵呵，你這是羨慕嫉妒？我嫉妒他？開什麼玩笑，他嫉妒我還差不多。我至少把自己喜歡的人追到手了，他行嗎？說什麼呢？方卓臉刷的就紅了。你皮膚真白，特別是臉紅的時候賊明顯，我看着特別有成就感。自戀。方卓趕緊雙手捂住了臉。你再看，我要生氣了。好好，不看了不看了。陳野說着揽住方卓的肩膀，安慰了安慰。高中這3年就這麼結束了，我感覺像是被推着跑了3年，突然一下子停了下來，這種感覺很難用語言來形容。哼，我不想往前走的話，誰也不敢推我。方卓莞爾一笑。陳野，我喜歡你。啊？你說了什麼？你這轉折也太突兀了吧？不行，你得看着我的眼睛再說一遍才算數，剛才不算。可我已經說完了。方卓一臉無辜。你這個表情是想氣死我嗎？方卓腳底慢慢往後移，直至跑了起來。陳野立刻追了上去。此刻耳邊顫聲陣陣，混着此起彼伏的笑聲在校園裡回盪。之後就開始放大假了。當別的學生都在沒日沒夜的補覺打遊戲時，唐玉成的工作節奏卻沒有任何放緩的跡象，反而變得更加忙碌。試鏡順利通過後，他又投入到電視劇拍攝的前期準備當中，連家都沒時間回，劇組直接安排住宿。另一邊，白起遠的生活更準確地說是心理層面突然空了下来。梁浩天看他除了出去講課，其他時間都待在家裡，便看不過去，直接把人從家裡拖了出來，帶到了酒吧。都放假了，唐玉成也高考完了，你的艰巨歷史使命已完成，還在家裡憋着幹什麼？應該多出來放鬆放鬆。白起遠看着手裡剔透的玻璃酒杯，緩慢晃動着杯身，目光跟隨着杯底來回滾動着的金色液體緩慢晃動，表情嚴肅地點了點頭。那你到底為什麼這個表情呢？白起遠喝了一口酒，沒回答。你不希望跟他保持距離嗎？現在他忙得都不着家了，不正合你的心意。你說的对，來陪我喝一杯，慶祝一下。好啊。說着，梁浩天也舉起自己的杯子和白起遠的碰了碰。白起遠一下子把杯中酒灌進了喉嚨，嗆得他猛然低頭，抬手捂着嘴低咳了起來。你看起來可一點都不高興的樣子。和你相比，我一直都不是個樂觀的人。不過你說的對，長庚交給我的任務總算是要完成了。就算回到村裡，我也可以挺起胸脯給父老鄉親一個交代。我白起遠對得起各位的囑托。唐玉成考上了好大學，而且是国內最棒的大学。這不就得了？白起遠，你的義務完成了，該多想想自己想要點什麼了。我想要的都有了，我不想再奢望什麼。你的人生一半還不到，就這麼放棄，不再追求點什麼了？我沒有這種資格。哼，咱們認識這麼多年，我從沒見過你這麼頹廢過。是不是因為唐玉成那個臭小子？白起遠又不說話了。你要是喜歡他，就去告訴他，不論結果如何，你都會比現在舒服些。我跟你說了，我沒有這種資格。他會上一個頂級的大學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他的事業也蒸蒸日上，這些都是沒有上限的。我不過就是一個普通大學老師。哎，梁浩天打斷了白起遠。你也知道自己是一名老師啊，教自己學生的時候充滿熱情，為什麼到自己就熄火了呢？他現在已經不需要我了，我以後還能為他做些什麼呢？不拖他後腿就不錯了。梁浩天看多說無益，乾脆舉起酒杯。喝吧兄弟，今晚咱們不醉不歸。最後两個人喝得不省人事。酒保和梁浩天很熟，他知道該叫誰來處理面前這兩個爛醉如泥的人。林輝到的時候，白起遠的手機響了起來，是唐玉成打來的視頻電話。林輝接了起來。你好。你是？我是你梁哥的男朋友。哦。白教授在酒吧喝醉了，你来接下他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们在哪裡？
地址发我一下。就这样，唐玉成半夜從酒店打車過來，接到了白啟遠，把他送回了家。第二天早上，白啟遠揉着要炸裂的腦袋從床上起身，去廚房找水喝的時候，看見了餐桌上的一杯白水和一張字條。唐玉成回來了。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，又拿起字條看了看。啟遠說，我先回劇組了，晚上我給你視頻電話。白啟遠看了一會兒，把字條放回了桌上。晚上，兩個人如約進行了視頻通話。至於具體聊了些什麼，白啟遠記得零零星星，但他印象最深的是唐玉成的頭像在屏幕上跳出來的那一瞬。視頻那頭的青年臉上寫滿疲憊，卻在看到他的那一秒，勉強對他擠出了一個笑。今天也沒什麼事，看你累的，要不趕緊去睡吧。好不容易見到你，我怎麼能把時間浪費在睡覺上？啟遠說，我今天試戲的時候又被導演罵了，你不知道他有多嚴格，有個女演員都被他罵哭了不止一次。就這樣，唐玉成幾乎每天都給白啟遠打視頻電話，時間一晃就到了出分數、報志願的日子。唐玉成是自己在劇組裡借的電腦上填完的志願，整個過程白啟遠都沒有參與，只是晚上視頻電話的時候被告知都弄完了。長大的鳥兒終究是要飛走的。